全世界各类领域的精英、富豪都能看到犹太人的影子，比如洛克菲勒、谷歌创始人、毕加索、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股神巴菲特等等。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的优质思维一定也能够帮到我们。哪怕我们负债累累，落魄到亲人也瞧不起了，去读懂这个故事，理解其中的思维，能让我们尽快地站起来，扬眉吐气。我仔细研读了犹太智慧来源塔木德，找到了犹太人智慧的奥秘。犹太人的10句至理名言，瞬间道破人性弱点，一抓好重点，以点带面。富人总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按事情的轻重缓急程度循序渐进的做事方式。一次只做一件事，专注是富人致富的秘诀。一个专注的人，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富人拥有干任何事情都能坚持到底的决心，他们不会被周围的困难所打倒，一旦认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不会放弃。不放弃，就有希望把握住每个今天；不放弃，就会有希望。所以，要想变成富人，持之以恒的决心绝不能少。今日事今日毕，拖延是一种恶习。对于今天可以完成的事情，富人绝对不会将它留到明天再做。做事不浮躁，脚踏实地，认真做事，是走向富人世界的捷径。睡前总结今天的收获。穷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会灰心丧气，而富人不同，他们会总结失败的原因、经过等，然后就会从中受益。有愿望，有行动。成功往往是这样的，先有了愿望，然后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努力奋斗，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富人之所以成功，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致富愿望。做错了就勇于承认。有些人在被他人批评的时候，只会寻找各种借口，从不听他人的意见，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他们毕生只能在原地不断地徘徊。想要走进富人的世界，就得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认真负责地做人做事。认真就是能够做到严格地要求自己，能够认真负责地做人做事。富人之所以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任，就是因为他们够认真负责。让每一天都充满激情，抱着积极的思想，对生活充满激情，你就会不断地努力，直到你取得想要的财富。犹太人能够在经历1000年的流离后，依然有此成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每日学习，犹太人之逆向思维创造财富。织田信长说过，所谓聪明的人，都是善于逆向思维的。什么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就是从事物的反面或者是另一面去思考问题，从而得出不同的答案。不是跟随大势，而是逆势而为。正向思维是顺应人性，逆向思维则是把控人性。说到这里，我讲个关于犹太人逆向思维的故事。说在某一天，一堆人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著名哭墙下许愿。有的人是许愿自己能够发家致富，有的人是许愿自己是事业有成，有的人则是许愿自己能家庭美满，身体健康。但是，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犹太人流浪汉
也在许愿。游客们好奇地问他许的是什么愿，流浪汉告诉大家说，我许的愿是希望自己在以后能够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的一个流浪汉。你看，他并不是许愿自己如何正面和其他的流浪汉去竞争，而是站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如何让自己变成唯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在哪？那就是差在思维力上。我在上篇文章也有讲过，富人赢在输家思维，而穷人则输在赢家思维。富人总想着先不要输，而穷人总想着先要怎么赢。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会造成不同的人生。一个故事告诉你，犹太人有多精明，难怪他们是世界第一商人。一个犹太人走进纽约一家银行，对贷款部经理说，我想借些钱。经理问，好啊，你要借多少？$1。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有担保，再多点也无妨。犹太人从皮包里取出一堆股票、国债等等，放在经理的写字台上。总共$50万，这些担保够了吧？当然够了。不过，你真的只要借$1吗？是的。说着，犹太人接过了$1，年息为6%。只要您付出6%的利息，1年后归还，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股票还给你。谢谢。犹太人说完，就准备离开银行。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分行长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赶紧追上前去，对犹太人说，啊，先生，我实在弄不清楚，你拥有$50万，为什么只借$1？要是你想借30、40万美元的话，我们也会很乐意的。只见犹太人微笑着说，请不必为我操心，我来贵行之前问过了几家银行，他们保险箱的租金都很昂贵。所以嘛，我就准备在贵行寄存这些股票，租金实在太便宜了，1年只需$6。但从这则故事本身来看，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犹太人因为过分精明而羞愧的意思，反而还有一种得意，一种因为自己的利益产生了如此精明甚至精明的无法实现的念头而洋洋自得的心情。在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富人的思维里，精明是光明正大甚至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要想做到真正的精明，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坦荡的态度更为关键，更为紧要了。犹太富人不但极为欣赏和推崇精明，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欣赏、推崇，就像他们对钱的心态一样。在犹太富人的心目中，精明似乎是一种自然存在之物。这当然不是说精明可以精明的没有实效，而是指除了实效之外，其他的价值尺度一般难以用来衡量精明。你穷，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你的想象力太穷。网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生买了件35000元的香奈儿上衣，洗过之后掉了色，愤愤不平地追问客服。客服说，不好意思，我们的产品从来不考虑洗涤，这产品设计时根本没考虑要洗，一般都是穿几次就要丢掉。网友一阵惊呼，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吗？不，恰恰相反，是我们的想象限制了我们的贫穷。事实往往就是如此。起点相似的人，思维不同，结果也不同。因为
真正决定穷富差距的是思维。想要摆脱穷人思维，建立富人思维，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穷人为钱工作，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在同样的条件下，穷人会不停地打工赚钱，然后消费掉，接着又去为钱工作，慢慢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而富人刚开始也会努力工作，但在钱不多的时候就懂得节俭，然后用节省下来的钱去帮自己赚钱，从而产生一个滚雪球的效应，这也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